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CHORUS 多形态去中心化协作。这项重要成果来自斯坦福大学团队。论文使用单个 VLA 大模型控制多形态机器人，每个机器人只依赖自己的摄像头画面，它们之间完全不需要底层数据通信。通过视觉观察队友的意图和动作阶段，实现了类似人类默契协作的视觉直觉。紫色核心象征共享策略连接所有个体。这种去中心化架构彻底剪断了通信依赖。人类协作依赖视觉、直觉和常识预判，无需口头坐标。机器人协作却频繁出现警告标志与协作断层。真实物理世界充满大量不可预测动态干扰。异构机器人能否拥有人类般的协作直觉？左侧两人抬沙发的无言默契展示了直觉配合，右侧机械臂的红色警告三角标示协作困境。这种关键差距在于机器人缺乏视觉意图读取。如何赋予机器人类似的协作直觉成为关键挑战。中心化方案存在3方面致命核心缺陷。机器人数量增加时，上下文窗口呈 N 倍暴增，计算量随节点线性膨胀很快超出承载极限。上帝视角墙依赖所有视角的完美拼接对齐，任何微小不匹配都会引发严重的分布外偏移。网络延迟零容忍，必须等待最慢节点返回数据。一旦出现通信延迟或丢包，全盘立即崩溃。这种又笨重又脆弱的架构急需新的范式替代。去中心化方案虽然避免了算力膨胀，却带来新的困境。每个机器人单独训练策略导致局部可观测性问题。它依赖第三方相机来强制对其视野，这增加了部署成本。运行时仍需频繁交换位置，数据通信极不稳定。在移动机器人场景中，网络延迟常让协作彻底失败。这种各自为战的设计缺乏对队友意图的感知，因此机器人无法在动态干扰中自主调整配合。一个新的范式必须同时解决算力与通信的双重瓶颈。Chorus 架构采用单个 VLA 大模型，它实现共享大脑控制多个独立分身。绝对去中心化执行意味着零通信，每个机器人各自独立运算。统一策略能控制所有异构形态，无论增加多少台机器人，算力都不膨胀。上下文窗口保持恒定，避免计算量爆炸。这彻底解决了传统协作的通信与算力瓶颈。核心范式对比表格显示3个方案的扩展性差异。集中式 VLA 参数量恒定30亿，但上下文窗口暴增且依赖通信。独立训练方案参数量随机器人增加从60亿升至90亿。该方案无需通信，上下文窗口恒定，算力不额外膨胀。Chorus 同时锁定参数与计算量，上下文窗口始终为恒定 C。Chorus 在运行时实现绝对零通信，彻底切断线缆依赖，因此 Chorus 成为唯一在3个维度上全优的架构。这证明了去中心化 VLA 策略在扩展性上的根本优势。Chorus 的运行逻辑不依赖任何通信线缆，每台机器人仅观测自己的单目摄像头画面，它通过视觉实时读取队友意图和空间位置，这类似人类用眼神和动作预判对方行为，完全无需交换底层数据报文或坐标信息。这种设计彻底消除了网络延迟与同步瓶颈，局部视野反而避免了全局拼接的分布偏移，因此实现了真正的去中心化默契协作。Chorus 为兼容不同自由度，采用填充动作策略。无论机械臂有10轴还是11轴，都统一填充为32维向量空间，这样单个模型即可输出所有异构机器人的动作。同时注入 LURA 低质自适应权重进行轻量微调，这种微调方式大幅降低了协作能力的学习成本。基座模型继承预训练 VLA 提供物理世界认知，预训练数据让模型拥有丰富的视觉运动鲜艳。3步结合，最终使单个大脑可无缝兼容异构多体。同一个模型控制多台异构机器人时，如何避免行为混乱？ CHORUS 引入了身份提示词机制，它在每条指令前加上专属标签，比如小于 YAM 大于。模型看到这个标签后，会从混合数据中快速对齐，它瞬间切换到当前机器人的运动学角色，这样就能精准执行协作分工中的任务。一次训练就能让模型适配多种形态，这被称为千人千面的魔法效果。传统集中式方案必须等待最慢链路返回数据，这种木桶效应极易导致协作整体卡顿。CHORUS 允许各机器人以不同频率异步执行，它采用块状执行动作预测机制来吸收抖动。
上方 YAM 以30赫兹高频采样并预测动作序列，下方 Kinova 以15赫兹较低频率执行动作。只要视觉追踪能持续跟上目标变化即可。小幅网络延迟与算力波动被天然吞没消化。CHORUS 挑战4个极端。真实物理交互任务。任务1为协作班台洗衣篮，考验协同与张力控制。任务2动态拉拽卷尺，需要精细抗干扰微操。任务3空中交接书，本依赖纯视觉3维空间预判。任务4编队过门无死角，多机串联协同。这些任务覆盖多形态机器人协作核心难点，所有实验均在真实物理环境无任何模拟简化。结果揭示，零通信下 CHORUS 协作力强。移动班台任务中，2台异构机械臂完全零通信，它们各自独立运算，没有底层信号互通。传统方案常因一方先提拉而导致脱手。CHORUS 学会了视觉等待及凝视确认。Kinova 必须看到 ARX 抓牢后才开始移动。这种机制避免了异步动作引发的协作失败。实验证明，纯视觉时序同步稳定可靠，零通信条件下依然实现高度协同。双击拉卷尺任务需要精细动态张力控制。YAM 机器人需稳住卷尺盒，承受 5.2 牛顿拉力。Kinova 机器人需精准抓取尺头并向后平稳退展。这个过程要求极高的时序配合与力控精度。VLA 视觉直觉在大量干扰下精准锁定卷尺，最终2台机器人完成了动态张力配合。这证明 VLA 模型对物理世界有深刻认知理解，即使场景中存在大量未见干扰物，也能从容应对。空中接力递书任务要求2台机器人纯视觉同步。YAM 先将书本举起并悬空保持不动，它在内部实时重建书本的3维空间轨迹，然后执行毫米级别精度的精准夹取操作。确认 Kinova 加紧后 ，YAM 才松开。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底层通信数据或坐标交换，纯视觉时序同步达到接近完美的协作水平。图表对比了2种去中心化方案的成功率，相比下，从头训练的扩散模型成功率很低。CHORUS 方案获得了显著更高的成功率，具体领先幅度达到了惊人的 64%。这个差距体现了 VLA 大模型的核心优势，它提供的视觉运动常识无法被小模型替代，在零通信的复杂协同场景中尤其关键。该结果证明了 CHORUS 方案的绝对优势。海量预训练让基座模型获得底层物理直觉。预训练中，模型看过海量单机双臂操作数据，这些伪协作数据隐含内在物体交互规律，从而学会对重力、摩擦物体形态的关键直觉。这种直觉就是关键的视觉运动先验能力。遇到新异构多机协作时，它能够触类旁通，因此整个系统无需重学所有基础物理规则。这解释了为何它明显更优于从头训练方案。给每台机器人分别训练独立模型时，配合极其生硬。CHORUS 强制所有机器人共享同一套神经网络权重，这种绑定让模型在底层深度耦合了自他行为模式，从而产生了类似人类直觉的协作同理心。实验显示，队友反应力因此提升了 40%。权重共享是去中心化协作的关键设计决策，它避免了独立模型带来的配合僵硬问题，最终实现了无需通信的流畅多机协同。实验中，人手强行推开了 YAM 机械臂。Kinova 通过视觉瞬间察觉了队友偏移，他没有对着原坐标抓空气。Kinova 自动重新计算了抓取轨迹，他主动追踪并完成了书本抓取，这展示了真正的智能涌现能力。传统方案在干扰下会直接失败。Chorus 凭借视觉直觉保持了协作韧性。常识认为，集中式系统拥有全景视野理论最佳，但实战结果显示 CHORUS 局部视野胜出，拼接相机画面会破坏 VLA 预训练的空间词义，这导致严重的分布外偏移及 OOD 漂移。此外，微小网络延迟也会让集中式系统精神分裂。CHORUS 保持机器人固有的单机原生视角，这种设计最大程度保留了预训练视觉运动常识，在零通信协同中，局部视野反而更坚韧可靠。实验升级到3台异构机器人协同 ，Kinova 负责开门，2台 YAM 抬着洗衣篮，前方的 YAM 背后没有摄像头，完全看不见门，它只能观察对面队友的细微动作。
通过队友的姿态变化判断开门进度，从而决定何时起步，如何调整位置。这种盲测展示了局部视野的极限能力，即使没有直接视野，协作依然流畅完成。零架构修改下，成功率达到 90%。从2台机器人扩展到3台，无需改动网络架构，输入维度同样不需要增加新的额外参数，直接复用现有 Chorus 框架即可完成。在复杂3台异构机器人任务中表现极佳，这充分证明了该范式具有无限扩展潜力，无需重新训练或调整任何网络模型超参数，为未来实际大规模异构机器人协作铺平道路。实验表明，多机器人智能关键并非庞大中央网络，而是赋予每个独立躯壳视觉常识与协作同理心。该框架从2台扩展到3台机器人时，无需修改架构。零通信条件下，机器人仅靠视觉观察队友完成协同，这彻底解决了网络延迟与算力膨胀的传统困境。未来可应用于保洁编队、灾区救援和建筑施工等场景。只要机器人能看见彼此，就能完成各类复杂协作。该研究为大规模异构机器人劳动力军团奠定基础。下一步需检验其在更动态环境中的鲁棒性与安全性。